尊敬的各位来宾、朋友们，今天我们齐聚一堂，共同探讨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且重要的主题——梨园祖师爷。梨园是戏曲界的一个特有名词，而梨园祖师爷则是这个行业里供奉和尊敬的神祇。通过这个主题，我们不仅能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渊源，也能领略到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。梨园的由来，我们先来看看梨园这个词的来历。梨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，当时的唐玄宗是一位极其热爱音乐、舞蹈和戏曲的皇帝。他在宫中设立了一个名为梨园的园子，这里种满了梨树，并不是单纯的果园，而是一个集合了宫殿、酒亭和球场等豪华设施的娱乐场所。唐玄宗将数千名歌妓和舞伎集中在这里，让他们练习歌舞和戏曲，以便在宫廷宴会上表演助兴。唐玄宗不仅是梨园的设立者，他还亲自担任了梨园的催宫，相当于现在的校长。他邀请了当时著名的文人雅士，如李白和贺知章，为梨园编撰节目，这使得梨园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培训基地。从此，梨园成了戏曲界的代名词，戏曲演员们被称为梨园弟子，这一行业被称为梨园行。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唐玄宗对艺术的热爱，更是因为他希望通过这些表演来增强宫廷生活的娱乐性，甚至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。梨园的建立，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并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梨园祖师爷的多种身份，梨园行公推的祖师爷有多种不同的说法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三位：唐明皇、唐玄宗、后唐庄宗李存勖和义肃新君。唐明皇、唐玄宗。唐明皇作为梨园祖师爷的说法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。相传唐明皇多才多艺，不仅能打鼓，还能唱小花脸。他常常在宫中的梨园内登台演唱，这使得梨园成为了戏曲的代名词。演员们尊称他为老郎神，这一称谓也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唐明皇登场演戏时，不便直接称呼他为君臣，因此尊称他为老郎。然而，唐玄宗的生日是8月5日，而传统梨园祭老郎诞辰却是农历3月18日，这使得一些人对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。这个矛盾引发了更多的探讨和研究，进一步丰富了梨园祖师爷的传说和文化。关于唐玄宗的多才多艺，史书上有不少记载。他不仅擅长打鼓和唱小花脸，还会多种乐器，并且对音乐和舞蹈都有深入的研究。这种全能的艺术才华，使得他在梨园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，并为后世所敬仰。他的艺术成就对于后来的戏曲发展，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和繁荣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后唐庄宗李存勖。另一种说法认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是老郎神。梦华所部中记载，戏曲行业所祀的神是后唐庄宗，而非唐明皇。李存勖是一位热爱戏曲的皇帝，他通晓音律，甚至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。他将自己视为一个伶人，并将伶人带入朝廷，这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。李存勖的生日是12月2日，这与老郎的诞辰也不吻合，但他对戏曲的热爱和贡献，使得他在某些地区被尊为梨园祖师爷。关于李存勖的戏曲爱好和影响，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记载中了解到更多细节。他在位期间，经常亲自参与戏剧表演，并且对剧本的创作和表演技巧有着独到的见解。他的这种亲力亲为，不仅提高了戏曲的艺术水准，还激发了当时伶人们的创作热情，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第三种说法认为，梨园祖师爷是义肃新君。义肃是传统天文学中的28宿之一，主掌音乐，被称为乐星。清乾隆年间，苏州织造全德在义肃神祠碑记中提到，苏州地区以伶人为业者供奉义肃新君。这一传统随着艺人的流动传播到北京及其他地区。义肃新君作为梨园祖师爷的象征意义，在于它代表了对音乐和戏曲的专业化和神圣化。这种信仰不仅体现了戏曲行业对技艺的高度重视，也反映了对艺术创作的一种崇高敬意。根据义肃神祠碑记的记载，全德在重修苏州的伶人庙时，特别将供奉的神祇改为义肃新君，
并详细描述了艺宿星君的形象和服饰。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灵人庙的宗教和文化地位，也强化了梨园行业对祖师爷的崇拜和信仰。除了以上3种主要说法，还有一些其他说法。例如，汤显祖认为梨园行的祖师是西川贯口神，即二郎神。清代戏剧家李渔也认可这一说法。二郎神通常指杨戬，但也有说法认为是修造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或隋代的赵玉。此外，还有一种传说认为老狼是一只狼，化为童子到梨园受益，被唐玄宗窥破后逃入洞中，最终化烟而去。这个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，为梨园祖师爷的传说增添了更多的神话元素。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梨园祖师爷的身份并非单一固定，而是随着历史和地域的变迁，不断丰富和演变。这种多样性正是梨园行业文化多元和包容的体现。梨园行业的神奇信仰。在梨园行业中，不同行当供奉的神祇各不相同。以京剧为例，不同行当供奉的神祇包括道光皇帝之母，被称为玉后祖师；武戏行当供奉的武昌兵马大元帅，包括战国时期的白起、王翦、廉颇、李牧和孙武；武行单独供奉的金斗祖师白猿；乐队供奉的音乐祖师李龟年；管理戏箱的供奉青衣童子；梳头行当供奉的南海观世音。这些信仰反映了戏曲行业对传统和神奇的尊敬，也体现了不同行当之间的差异和特色。不同的神祇代表着不同的技艺和精神，构成了梨园行业丰富多彩的信仰体系。例如，玉后祖师是道光皇帝之母，她原本是一位唱小花脸的演员，后来成为皇帝之母。这一身份转变体现了戏曲行业与皇室之间的特殊关系。而武昌兵马大元帅则象征住武戏行当对武术和兵法的崇拜。这些将军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，他们的形象和精神被武戏行当所传承和发扬。金斗祖师白猿则是武行行当的代表，他的形象源自于传说中的白猿精。这一形象不仅具有神话色彩，还反映了武行行当对灵活和敏捷的追求。而音乐祖师李龟年则是乐队行当的代表，他是唐朝著名的音乐家，他的音乐才华和成就被乐队行当所敬仰和传承。此外，管理戏箱的青衣童子和梳头行当的南海观世音，则分别代表了戏曲行业中的技术支持和美化工艺。他们的供奉反映了梨园行业对各种技术和工艺的重视，以及对每一个环节和细节的精益求精。梨园祖师爷的多重身份和不同的说法，反映了中国戏曲行业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。无论是唐明皇、后唐庄宗李存勖还是艺宿星君，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和地区对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些传统信仰不仅是对祖师爷的尊敬，也是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和传承。今天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梨园行业也在不断创新和进步。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，让中国戏曲在新的时代继续闪耀光芒。梨园的历史告诉我们，艺术不仅仅是娱乐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升华。通过对祖师爷的崇拜和纪念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戏曲艺术，并且将这种传统精神传承给下一代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体健康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